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我就觉得在节目里面记录备孕一切，就很有喜剧精神。狗都办。我们认真在一起做这个事情，这个机会非常的棒。这个精液的质量弱一点。你奔120开，也不用太猛，咱们当当开。这车上一个车没有，这道上我慢点开不行啊，我稳当点儿。说2句就完事了，就别说了。你去跟人家爸爸妈妈们聊会儿天呀。有啥好聊的？我应该去我的局，不应该在这里啊。我觉得他没大有是非观。其实我也是很焦虑、很着急的。就是你没有那么想要，天上没有掉下来馅饼，等机会是等不到的。希望你越来越好。我们也就是一起想办法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2个爱你的女人，一个是你的妈妈，一个是你的爱人。你看，这又来一个。3只小猪嘛，这不是？3只小猪。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好内容学习机认准学而思，本节目由学而思学习机赞助播出。TCL SQD Mini LED 电视，好画质不将就。锁定 Ambiuni， 懂你的 AI 搭子，贴心陪伴每一刻。本节目由 Ambiuni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奔驰设计、中国制造的新奢个性新能源汽车品牌 Smart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嘉宝莉艺术涂料赞助播出。每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姐姐们的当家生活，上微博搜索姐姐当家，解锁更多当家姐姐们的高光时刻。欢迎大家收看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4制综艺《姐姐当家2》。上一期呢，4位姐姐的故事非常的精彩。那这一期呢，还是我们4位姐姐一起陪我们观察。哇，上一期丽萍姐姐，你对谁的印象最深？每个人，每个人都是。那他们的故事，我们是不是想继续看下去？当然。马上来看第一位姐姐冉莹莹。这张照片真好。你们有没有不满意对方的什么点？他属于话痨，真的。他在我们家有一个名字叫画家。我们俩之间，你最怀念哪一段时光？你最想抹掉的是哪一段？你觉得现在家庭对你来说是什么？太能说话了。他去三亚过一个暑假，回来牙都变黑了，是吧？把牙都晒黑了。还是得下沉。他挺喜欢热闹，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听话，就你在外面乱跑啊，到处乱跑，不回家，不回家，不回家。狗跟他不亲近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2个人旅行，原本我们2个人吃饭，我们到了夜市摊，他就坐在那儿，忽然就会走过来一个人，全网要坐下来喝2杯吗？人说我真的可以吗？人说可以。哥，您知道最后多少个人吗？18、20个人，走一波做一波，走一波做一波，走一波做一波。比我们还快乐，我们要比他们更快乐。他逻辑性特别强，然后你跟他吵架的话，你吵着就是我的理儿在哪儿，然后实际上会被带偏，知道吗？车里面等你是，但就是证明就是你我只。我好像吵架吵过他一次，我看7、8说，我说，哎呀，这些话我应该把它抄下来。他要吵赢我是吧？我现在已经知道他吵什么我都不说话，我都说好。
家里面的灯，WiFi 没有了。他说你去看看的。我说你这个找专业人去做，就是何必要难为我呢？因为我以前都不去担心这些事情。然后那他说那你现在不是奥运冠军了呀？我多现实。你是不是觉得他的光环变弱了？哪个他的光环吗？对。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妈妈，我爸爸这抖音粉丝还不如我一朋友，我朋友是千万级网红，一个女孩啊。我就给他讲，我说轩轩，我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我说爸爸取得成就是网红不能比拟的。当然网红别人网红的好，我说你要尊敬你爸爸。你爸爸甭管多少粉丝，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是载入中国史册的男人。好扯，这简直很幽默呀！这个配乐。哎，妈妈，我儿下午去趟人才交流中心。现在说搞什么？我看我能不能上户噻，落户。周老二这回不是找黄浦区篮球队选上了，本来他可以打这个世运会，然后因为他没有户籍。然后人家就没办法打这个市运会，因为你不能代表上海市嘛，你只能打一般的比赛，所以然后冉明熙也是，你本来上次幼儿园直接可以升那个小学，没有户籍，人家不给。所以说这个事情你看嘛，真的是恼火。哎，讲起又是往事不好讲。错过了2分钟噻，那个有些东西机会就是一哈过了就过了。你们怎么会没落户呢？他呢有浓烈的这种感恩之情。我们来上海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人才引进呗，你办到上海户口。他说我贵州人，没办法呀，就是后来我们来上，我们老三现在都没有户口，我们都是外地。我说要是那个呀，你要是忙不过来，我就来给你煮点饭。娃儿些，你来了，我怕你累，没必要的。哎呀，天哪！反正噻，我觉得你更深的辛苦。一个人操持他那么多，男的女的嘛，都要你来管，老的少的都是你的事。这就是妈妈的责任，你说嘛？培养娃儿的，再辛苦再累，还不是哈？主要就是这些责任。当时你自己这个婚姻，他当时支持吗？一开始不支持，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周润跟我爸很像，周润我爸后来转业就体育老师，然后我爸喜欢养鸽子，然后呢喜欢交朋友，然后我妈生我的时候，他也不在，月子里也没照顾我妈。好可爱，好可爱哦！哎，我觉得妈妈太不容易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他的？怀萱萱的时候吧。冉明熙，时间来不及了，酱油宝贝儿，放这儿。有一年，妈妈在下面熏香肠，然后她上来就嚎啕大哭，然后我当时就被吓到了，因为她整个人哭着就从椅子上就全到地上去了。哎呀，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宝贝儿。她就说我不懂事儿，都不知道给妈妈就是递杯水，然后我就哇，这个事儿这么严重。他觉得什么事儿都他自己做，换个螺丝可能换个灯泡，什么都是自己干。银行那边待会儿我们俩下去把每一笔款转进去，先把那个泰隆的转了，2万多，还有一个27000，农商行5115，5500。好，这个汇完了，现在汇农商行普陀支行的，1700。谢愿让美好发生，会员扣款问题请按1，逾期还款问题请按2，账单及还款问题请按3。你好，我收到了这个催款电话，但是我没有什么
印象我借过款。好的，请您稍等，这边帮您查询。是的，先生，这边显示呢，您在2025年12月17号在我司借了一笔贷款，本金为1万元的这个贷款。本金1万元。现在我能不能把这个全部给你还了？现在能一次性还掉吗？我给你转进去。全部扣完，然后我就。说错了，应该是您本金为10万的这笔借款。10万不知道借了。10万的。我有借10万。我不知道呀。是的。他现在要扣多少？他现在利率是多少？现在利率多少？你来。这个具体您 APP 展示的为准，先生。没事儿，我先给你转那个9000多，一会儿还回去。你就拿10万吧，9000多。我哪里有12万了？我在哈儿乖，我没得10万的。今天我们已经还了将近10万了，没得那么多的。我怎么会？我没有这笔啊，我没有借过啊。好像是你还明明的。我没有啊。他这个显示有啊。你们财务没有统筹一起管理啊？其实以前是一直一起管理的，但是发生事情以后，可能就是我管的稍微多一点儿。那当时怎么会借的呢？你们统筹管理，你就应该知道嘛。他是还他的表弟，他那个明明是他弟弟啊，然后完了是可能之前的事儿。所以你觉得这个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是造成你们现在婚姻状况的一个糟糕的原因吗？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吧。没关系，有不怕，我们就解决，没事儿，只要咱们发现问题赶紧解决就行了。你知道我今天其实有很深的挫败感吗？我们在去那个问户口这个事儿路上，他有一笔钱，他就说我什么时候用过这个钱？这个钱不是我用的。就他说这笔10万，你付。那个我很刺痛，甚至有点无力，就遮羞布都没了。就是我想问问一些，我能不能落户的条件？其实上海落户啊，其实就4派，第一派呢，其实就是属于学历派，学历重点院校毕业的，包括留学生，只能是应届生。那个是针对应届生的。这条路，你是不行的啊。第二种路线呢是，实际上就是依托于积分，积分我够，待的年数，还有我们交的社保，交社保，今年第10年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对，可能有那种中断啊什么的这种。你可能中断了1次，意味着可能就要延后2年。中断1次，延后2年。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2位的哈，是人才引进，但他需要取得高级职称，发表论文。卡住。对。另外还有一条线，就是说，只要你薪酬的基数是人家的1.5倍、2倍啊。高薪人才，我现在达不到呀。1、2、3、4点听下来，我没有一条符合。我整个击穿，你知道吗？我说哇，虽然站起来人家安慰了一把哈，说没事儿，这个可以努力啊。我一想。没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简单？我路上我在想，我不够好，但是我也许为我儿子可以更好。我能不能接下来我去求职一个公司，我为我儿子站一把？要不没事，人才没有引进的奥运冠军，给你开个门啊！说这些干嘛呢？那么见外。我先回家接西西，吃晚饭。跟谁吃啊？孩子们吃，他们是球队。那他们球队是我们家长都要参加的吗？希望我们家长参加，但是不是我们一去这么大阵仗，我怕那个啥。我觉得没必要。给人家搞紧张了。那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吗？我不是去那个青藤吗？
我跟他们请个假，我说不去了。你想去就去呗，你不要因为这个耽误。有什么耽误？就是顺其自然。我不去了。Flavor。哎，弟弟的薛尔斯学习机，我看你用也挺合适的，对吧？你看，它能代练每一个音节，给你纠正发音，你们配合挺默契的。我一直想把英语说得更流畅一点呢。有小思体系化陪练，妈妈放心。你看这些情景化的对话，想聊什么，只要你大胆开口，每次练完它还能给你多维诊断，这样呢你就知道哪个部分有问题，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改善啦。好呀，我还能跟弟弟一起学习呢。真棒！而且你看，这块25英寸超清护眼大屏，长时间学习看着也舒服。好了，继续练习吧。Hello， 我打个招呼，交给你了，麻烦你。我这会不参加，对对。好的。好了，你们要听话哦。有没有意向的餐厅？没有，不重要，主要是我们。给他送好了，怎么说？去哪儿？他也在订的月桂。啥？这就月桂吧。兄弟，他们也在月桂啊。那就月桂吧。这儿他们在里面。很热闹。那我们要吃，我们就找个角落。好，先这样。好，等会儿我们。如果还要加，什么时候再加？好。好的。你给。哎，喝的呢？你不点？哦，对，喝的。我点这里吧。我去打个招呼去。你先从那边拿来。我又回来了，哎呀！来，开心，谢谢。今年我们也要常聚，小朋友们加油。待会儿我再来哈，我待会儿再敬你们。哎呀，我先过去，开饭我就坐在那个角落哦 ，enjoy。待会儿过来啊。这半杯给明哥。啊，先把这个。我移到这儿。来，从这里开始。来。啊，你们镜头对着啊，3、2、1 ，Cheers。哦，谢谢。我有，我现在不需要，我现在不用。那你是吧？嗯，对，谢谢。不用了，以后没有了。因为现在还不吃那个。没事，吃什么东西都应该有的。我觉得他们好客气。对。他们里面有一对夫妻的孩子，12岁1.8米了已经。可能对，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嘛。没有。对，因为我的原因，你很优秀，你的运动基因，因为我的原因拉低了 ，sorry。我的原因，相敬如宾。我过去敬个脚。啊。他来都来了，他为什么不去敬个酒呢？我来了。我们好像在这里边的地方是吧？对，我们在那个角落，我老公给他塞那个脚。爸爸，天宇爸爸，达尔爸爸，你好，达尔妈妈。没办法，让她当公主，她非要披个战袍去当穆桂英。现在有在黄埔了吗？有，但是我们打不了世运会。那是香港的吗？贵州 people。热菜就开上了。不，慢点，我们还有客人没到。我觉得他生气了。2个人吃西餐，我给他把餐布打开，给他煎了，他拒绝。你说我怎么去
给他开车门嘛。这么多年，我怎么去给他温柔的一面嘛？我现在都变成献殷勤了。30分钟，他们俩干嘛不一起过去呢？邹市明不想过去。我去换我老公来，要不我去换他，要不然他一个人在那边，我就换他啊。好。哎呀，你要不要我换你？你去打个招呼吧。你都不要回来了，你直接去吧。为什么不要回来？跟人家爸爸妈妈们聊会儿天呀。有啥好聊的？因为我们今年球队有些变化，有些小朋友会去区队。现在我们这个球队里面有去崇明区的、青浦区的，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又开始了。要不你过去聊一会儿呗，我在这等茶姐他们。世明哥。羊排来一块。一点给你吃。你是来干嘛的？你知道吗？你是来录节目的。你帮人谈，帮我真在那儿，我今天是有局的，我自己局都不去了。我跑在这坐着。他不想去呀。那我不是说让你去吗？不是，我肯定要管他们两个呀。是啊，就是因为啊，说。我应该去我的局，我不应该在这里啊。因为录制这个事情是后面定的，人家吃饭录制这事情1个多月以前就定了。我知道，然后他们来了，既然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地方，然后有点？是。你出去多久了？你知道吗？菜都快上完了。我出去，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今年孩子们比赛得好好的，就是。来，再吃点。吃。这个。那明哥其实是跟这些篮球队的家长不是很熟的，是吗？应该不熟，因为他很少参与嘛。轩轩的时候去过1、2次，浩浩特别少。其实今天是一个他可能不知道的聚会，按道理他应该是知道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小朋友很小，大概5年前我们就在一起，好久没见了嘛。连晨，你看现在都4、5个月了。但是他其实那个时候也在等他的朋友，所以我在回来的时候他有点生气。就我一开始我觉得我不能理解，就是你等的并不是我，甚至你这次来赴这个约也不是为我。哎，来过来，来加个盘子。我们那边再加个盘子，这边帮我也加上哈，那边。来，兄弟，来，好，开心了吗？我的开心跟你没关系。没关系，是他来了，我开心。要不我就再过去那边聊会儿。去，你那边然后就直接回去。哦，那待会儿我把孩子接了我就走了，你们在这儿继续。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解是说，他为我筹备了浪漫。我有。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又不是手脚不灵活。我觉得最大的尊重是内心对你需要的渴望和对你真正的温暖，不是停留表面。太冷了。明哥不上车。明哥再跟他朋友再待会儿，没事。太冷了，我们可以先走，对。灯坏了。就像今天晚上这样，就是
我回我的家，明哥回明哥的家，就是常态。甚至我觉得他今天巴不得我走，快走吧，快走，快走，他跟兄弟们再多走会。也对，男生有男生的世界嘛，对吧？他比较爱跟兄弟在一起。我又饿。你想吃啥？火鸡面。火鸡面行。你看到吗？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快乐。原生家庭什么快乐？你们是希望爸爸来的快乐？还是妈妈？我们是妈妈。哇哦，又是各自进各自的房间了，对吧？像他在饭店里跟你这个态度，是经常的，还是因为录节目他就要这个劲儿？有时候，有的时候。多吗？也不是很多，有的时候会。可能他因为也觉得我把他冷落在那儿了。他对你这种态度，你是因为有节目不跟他急，还是你过去就这样？不，我觉得没必要。如果急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急。但是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话是对，但你一直不反抗，他会变本加厉啊。我觉得他没大有是非观，任何一个父亲稍微有点责任的，都得出来做个样。他为什么不能在那儿出来一下？因为我们是报名的嘛，就预约制的。他可能是不是觉着他也没报名，去了会有点唐突？那不是说你可以换他过去吗？对。那他也拒绝了，对吧？他可能也就是不好意思，也有，还有一个他在等他的朋友。我感觉邹市梅身上可能现在有一个特别强的挫败感，极强的挫败感。对，我给你举例啊。是的。你们一开始要去解决户口问题，他给你开车的时候说啊，不能落户的奥运冠军。这是个非常大的挫败感，然后呢，莫名其妙打来的电话，一笔他都记不住的债的存在，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你们最近几年的生活里反复的发生，然后就反复一个人沉浸在挫败感里的话，他会不断的去验证，叫做我好像在努力，但是努力无效，我好像努力在给你铺一块餐巾，但是努力无效，到后来你们坐在餐桌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语言、他的语言已经都顶着了，就那是对挫败感的抗拒。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点志气啊，就是原本他是约了他的朋友，当然他后来取消了，说陪我们去，其实我很感动。但是我车一开出去，他就开始约人。当然我的心想是，如果你决定来陪孩子陪我们，那你就不要约朋友了。对，你就陪我们啊。但你全程都在摇人，那我就感觉我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我可以过来跟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不喜欢告诉他，而不是在这个不喜欢之下去把他的餐布拒绝了。那心底也有冷脸的时候，但我会根据情况，这种冷脸我肯定会说他。我一直都打直球的。你怎么说？我说你跟谁掉脸子呢？你。我以为会说出不一样的话，你甩脸子给谁看呢？对呀。其实你觉不觉得你也可以直接讲啊？不，这是一个公共场合，如果我丢这句过去，他肯定就更爆了。我们俩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吵架，没这个必要吧？不，关键是你适应他的方式，有你的方式，温和的讲出来。那么你自己内在要很好的化解，你不在意他，但是这个事情是你是往心里去的。你自己委屈吗？就是。我觉得就还好，因为我都习惯了，因为他经常跟他的朋友，还是委屈的。还好，我觉得我理解成是有委屈的。那他干嘛要摇人呢？所以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可以陪冉莹莹，但是我的朋友又来陪我了，是不是男的就死喜欢那个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叫一堆的朋友来陪他们？这不是，他们那么需要情绪价值吗？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男生他需要找一个滋养我的人。就是中年男人的
情绪价值来自于中年男人啊？为啥呀？你看虎扑就跟他们上面说的一样，就中年男人最后的乐趣一定是来自于男人。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对，咱们沟通嘛。我最担心莹莹的是什么？就是莹莹你容易过度理解他人，过度照顾别人感受，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你太容易过度照顾别人的情绪了。是的。如果说有挫败感，他有挫败感，你也可以有挫败感。对呀，对呀。但这不是理由。不是说在这个当下，我朋友在这里，我就可以这么去怼我的老婆，说你可以回去，这都不是一个绅士能做出来的事儿。但是我这个观点，我其实持相反的观念，就我想表达点不同的，就是，刚刚顺着他的话说，我不要这个餐巾怎么样了，那我也想反问，我要这个餐巾又怎么样了？我其实2集看下来，我有个很直观的感受，我觉得你一直在做这个事，气氛杀手。你如果开心的拿了这个餐巾，然后下一句话就说，哎，老公，我们2个一起去给孩子的家长们打个招呼，我觉得不会到这个局面。哎，我问你们个问题，我真没想清楚。如果有一个人处在他的人生的低谷期哈，他处在一个强烈的挫败感里头，请问，如果我是他的另一半，我应该把他当一个病人，还是当一个正常人来沟通？正常。如果正常人，正常的方式沟通，然后有谁会把他当做一个病人来沟通？来，我们先说说应该当正常人，你说？因为我就曾经经历过非常的低谷，那我宁愿别人看不到，我不愿意见到我不想见到的人，我宁愿不见。如果你多一份关心，我就觉得我就关门甩门。如果我带入到明哥现在的状况，跟我那段时间非常像，因为这不是正常操作。因为我了解的周世明，他在《爸爸去哪儿》带到轩轩的，他是一个阳光的、永远积极向上的一个父亲。但是说人真的，如果经历到一种低谷，经历到一种应激，他就会做出不像人干的事儿。然后那个杜华是另外一个。杜华，你觉得应该是特别当病人对待的？对啊，有时候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你是给他一些挫败感。因为本身他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男人嘛还是需要面子和一些自信心的，自信心这个东西很重要。如果他一直在这里面，那我觉得你们关系永远改变不了，只有一种结果，就离婚。但凡如果不想离婚，不想互相解脱的话，那我觉得他首先的话得用药物来控制自己。我觉得他是生病了，你明白吗？不好意思啊，我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观点说说啊，这还能中医上？这要去火。你俩现在是阴阳隔距的状态，他是阳，他现在处在阴位，你是阴，不可以越界当阳。人参杀人无过，其实莹莹一直在做的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你补得太过了，他的挫败感太重了，他心气儿不足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滋养我的人，你属于人参太补了。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帝皇一样陪着他。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反而别人的鼓励跟呐喊会成为更大的一种压力。所以这就是我同意这位中医说的，不宜过补，过补反而就有一种强烈的对抗力。说的都特别对，而且因为我现在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你也是一个生命朝气蓬勃的身体，但是也不是无边无际的这么摧残，一点一点的哈。哪一天你突然生病了，你的3个孩子怎么办？老师，您就是对我的担忧啊，非常感谢。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不管是明哥高峰低谷，他在我心目当中骄傲永远是排第1位的，我为他感到骄傲。我觉得发生这个事情，我是希望说他支棱起来，我们一起去解决。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支棱起来？一个瘸了腿的人住院了，你让他必须还要站起来奔跑。当然，他不一定是为我而支棱，他可以为他自己而支棱。这是我来姐姐当家2的原因。他需要一个过程。我感觉啊，他这种东西不是嘴上你一直强调，你老希望他支棱，还不如什么呢？一是陪伴，2我感觉有的时候就让子弹飞一会儿。他不支棱能怎么样呢？他又没做不好的事情。周世明没有支棱起来，你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会支棱，
然后我给他时间和空间。那个莹莹，我特别建议你借着我们那个节目，观察一下你们2个人的互动模式。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俩现在有一种互动模式，就叫做，他如果主动表示善意，会被你撅一句，特别是在你心里有疑问或者不高兴的时候。拒绝。但是如果他一上火开始拒绝你，你立刻软下来，讨好他。虐恋，不，我并不是受虐狂，老师。现在觉得莹莹和邹市明都有点拧巴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他们俩内心都想过下去，但是他们干的事儿都是不好好过下去的事儿。对，你知道吗？就意愿和事儿是拧巴的，那是可不就看着拧巴吗？你不觉得他俩性格还挺像的吗？对，表达方式不一样，根本上挺像的，你俩都挺较劲的。如果双方都不纠正的话，哈，你就是下定决心要不离，跟他过下去，哈，也过不下去，因为人都是人。你说我身上扎1针不疼，你浑身扎到2000个针试试。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可以总结出来的热聊话题，请观察团的成员投票。莹莹，哪个话题一下就映入你的眼帘？第2个吧。你会先在意自己感受，还是在意对方感受？对方。我们通常女性就是很在乎对方的感受，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求和需求在他身上。是一种投射。啊，对，就是我很在乎对方是否在乎我的感受，但是我表达的方式是说，我在乎你的感受。我在乎你。我看到你们是2个不同的风格，就是你先生他是一个很感性的。就是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恨到骨头里那种，然后你是很理性的，所以你的理性中包括不去接他的情绪，这个谈感情，这个谈解决方案，然后这个人就会觉得没被听到，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如果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就是心理契约，我期望什么，我愿意付出什么，他也是，你们真的去对一下，然后找一个最小公约数。他俩天天坐在一块儿，他俩聊不到这个份上。邹市明，你能在看电视吗？那个，咱下一期把他叫来吧。我也觉得他应该来，他应该来。正好来拳击台支棱上，搭一个8角笼里面。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边观察边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希望他们2个人都能够赶紧把债还了，无债一身轻，然后好多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谢谢。小鹿，当了一家之主后，你最看重什么？准时啊！作为一个连备孕都要掐表推进的人，我的世界没有迟到2个字。出差赶通告，从不迟到；跟练打卡，不迟到；去医院体检，不迟到；就连汤包每个月飞来找我，也从不迟到。偏偏2道杠，迟迟不来报道。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我看你已经在吃营养品和药了。药可不能乱吃，备孕期间有拿不准的，就问美团的小团健康管家，安全用药，少走弯路。哟，谁呀？我的救兵。折腾一圈才发现，就算好运气总不准点，美团买药也准会到。美团买药急用药，24小时1对1急送，原研药自营大药房更省钱。谢谢。好，我们来看看下一段，欢乐一家人，这一家人是淘淘家，请看。这都是我儿子，你看看，你看一眼。好。哎呀，你看这些都是那个什么，都是我儿在那个石家庄练体操的时候拍的。10年吗？都是看到了吗？几岁啊？这才10年，那时候我儿子应该是几岁？你当妈都不知道10年几岁？哎呀，你几岁了？哎，这当妈的心大。这个是辛迪，是拿世界总冠的时候，那是2018年吧？19年。这都是你自己写的吧？嗯。我第一次见淘淘，那是在他们队里，我去看儿子，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就是什么时候往上想过一次。因为辛迪以前问过我一回，他妈妈我要找一个，就是要比我岁数大点的。这是他们俩结婚的照片，淘淘寄过来的。啊，寄过来一个。
他领证的时候是我在国外回来，辛迪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妈妈我们去领证。他们结婚之后，你们一家人没有在一起相处过？我们相处了，相处过一段时间。相处，因为他们俩只要放假的时候，淘淘肯定会给我买票，让我去沈阳。拉了一宿，我们打车去。出门了啊！哎，慢点啊！我给你买早餐啊！我给你买早餐啊！你和你婆婆关系很亲吗？在秦皇岛训练的时候，我会每个星期都把他妈就是叫出来，我们一起。你还主动？对，我主动，我会主动。你要说我跟我婆婆也不会说做到这个每天都联系啊，或者是这种不会，但是会肯定是要比辛迪可能更想得更近一些。他跟他妈沟通就比较少，甚至于还没有跟我爸我妈的这些沟通更多。回来，带着吧你，交给我。好的是你家是吗？是的。拿住啊！哎，谢谢啊。那面包也收回来吧。先放这儿吧，你去，马上离开我的厨房，马上。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你老这样，出去。哇，我刚才是放这儿的吗？放垫了。那你为什么刚才放我这儿？你起来。哎呀，你坐吧。离开我的厨房。这是他的母子之间的表达方式吗？对，就是不让妈妈干活吧？不是，他有一半是你离开我的厨房，这是开玩笑，但是说起来是让他真起来。哦，我跟我儿子这2年很少沟通，我们俩也吵过架。我们俩，你知道我们俩到什么程度吗？吵架的时候，我们俩都拉黑。哦，拉黑他把我了。拉黑，我也把他拉黑。其实我挺害怕跟辛迪沟通的，因为辛迪一说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这个茬了。来吧，今天和2位冠军，还有家人一起吃饭，这真是非常的开心的。太幸福了，来，老板，就这次奥运会比赛呀，那我们都看的这个热血沸腾的。你也在电视一直在看吧？那天没敢看，那天我真的，那天我真的没看。啊，没敢看。真是心当时受不了，我不瞒你，我把手机都关机。对，我不敢看，我看的转播。我这个人很容易激动，就是说，我不想让我的情绪而影响到辛迪，所以我那天给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关掉手机。你是怕打搅到他吗？我关掉手机是打扰我自己，我不想任何人打扰我。回去把我奥运会比赛先看10遍，练一练你的心理。我何止是看10遍呢？现在看我总10遍了，我就不止10遍了。让我考你一下吗？我那个夺冠动作代号是多少？5.1。5.1。不是你说那个比赛呀，那个跳啊，你说跳的那个动作，那个难度系数是5.1，你别说代号，我以为他说的那个穿的那个代码呢，就这个号码布呢，你号码布是5号，但你跳难度系数是5.1的难度系数。得分多少？那个得分是132.6吧？06， 132.06，差了个1.2。反正我的记忆力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他那个，反正我是全看了，我看了很多。不难为你了。我的成长道路上，我的母亲是有缺失的，我希望她能像别的母亲一样，就是时不时来看我，时不时能特别观察我的比赛，然后我每一个受伤瞬间，她都能第一时间给予我这种亲切的慰问。16年开始，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秦皇岛训练，你也总去看他训练。那时候我送他，为啥不多？其实次数不多。内心对这个可能还
挺渴望的。渴望，因为我们这项目，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也是非常渴望能得到就是父母的这种关爱。这个应该是练体操。练体操。我其实很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就来到沈阳了。小时候你妈看你看得多吗？小时候多，但是后来因为离家远，她说那个你得好好练，就练体操的时候，她说你好好练，好好练，你进国家队不就去北京了吗？北京到秦皇岛就近了。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1个星期就能看1次。这个就是一个供求的关系嘛，你需要怎么样，我才能怎么样。但是真正的家庭，或者是真正家庭的这种爱，包括这种，它是无私的。对，不管你去哪儿，我都可以去看你。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啥呀，说实话，真的啊，我可能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可能对他照顾较少，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放到我父母身上了。因为我跟父母在一起嘛，人吧，首先一条你得把孝子当先。就是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很害怕，我真的挺胆怯的，因为我总怕他说我，有时候一发字发3个字，你有声吗？以后你不用害怕，我跟你儿子说完爸，你不要吱声。不是，你让小丽说，这个时间你不要去，这是他们在沟通的时间，你们不要说话。对于我儿子，我心里面内心我一直在关心。对。但是有时候我表达我又怕他就说，哎，你看，跟我沟通的还少，还假不拉几的。我啥时候这么说了？他是你儿子，他能以为你假了吧唧的？他说的这个假，并不是他不相信我，因为我知道辛迪特别关心我。他也这样，偶尔我一过个生日会有事儿啊，我那啥，他也给我发红包，就对。讲这肉麻这出。你看，别提了，受不了。辛迪挺懂他妈妈，但是他妈妈确实了解他性格少一点。我非常理解辛迪。辛迪他是10岁吧，还是12？10岁他爸他妈就离婚了。他属于比那种相对安全感，小时候嘛，安全感没有差一点。是。然后我是属于能量磁场比较强的，就是乐观嘛。对。就在我身边相对来说比较快乐。这吸的真是干净。是吗？但咋的也没有你拖的干净。辛迪去沈阳体育学院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离婚。他跟他父亲的交流多，还是跟您的交流多一些？因为辛迪跟他基本上就没怎么联系，因为辛迪去了沈阳以后，训练，他爸爸他们就没怎么跟他联系沟通，那时候已经断了。去沈阳之后就再也没有跟父亲联系过了，是吗？中途有联系过，中途联系是因为当时爷爷要去世了，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为什么后来和父亲就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我父亲电话号，然后我母亲没有告诉我应该跟父亲联系。你自己有想过吗？我有想过，但是我每次就说到这儿前，我也是总感觉我的母亲也不是特别想让我跟她联系。后边也相继提过几次打电话，但是我母亲的态度都不是特别那什么，所以我就明白了。所以你跟你妈妈有好好聊过这件事吗？没有。吃串去喽！今天就吵我儿子，心里多穿点，有点冷啊。他冷，他再冷。咦，我也抱一把吧。我儿子，你整是。哎，不是，这。哎呀，哭了，想你想的哭了。因为毕竟辛迪这么多年很少在家，而且基本上就没有在家过过年，所以我也期盼我跟辛迪团聚。注意安全，拜拜。替你多吃2串。刚好14公里到景泉。啊，你奔120开，奔110开。我不是等了后面的不了还？不用，他高速公路这得120啊。也不用太猛，咱们当开。
不能低于110，不能低于啊。为啥不能低于110啊？不行，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你现在说出来都让人笑到发芽。说话这样。你可得了，你真逗，使劲逼我呢。告诉我啥妈？不能低于110高速。啊，那没那一说。我爸是属于那种特别急的人，就是跟我爸必须得来狠的，要不然他特别倔，就是真不听话。这车上一个车没有，这道上我慢点开不行啊，我稳当点儿。对对对。车上坐仨老人，对我肥开，没有这一说，从来没有。你学过交警交那啥没？考过试没？在车上不要那什么干啥，安全注意力记住。你这家伙可好了，上来以后说2句就完事了，就别说了。那对吗？完事了就完事，这还说呢。搞笑别吱声了你。天天吵架呀！啊，斗嘴。王心凌天天说，这就2个徐梦桃在一起。对，我刚想说你俩好像。哎，你们俩真的吵架的表情一模一样，你请仔细观察。这都120了，117了。天哪，这我就知道，你俩我跟你说妈啊，没有我允许，你俩任何人不准开高速，听没听见？知道。还不吱声了，调整情绪的能力还得提升。太像了，真的。爆发了呀！连人都不说话，你还整事儿。谢谢。掐你个脸，嘚瑟！告诉你啊，这车上3个女的，1个你啊。今天王心凌可没在啊。小心点，按点提示，识时务一点。老徐唱歌唱得好，老徐啊。是，那我爸这唱歌节奏。唱歌唱得真是不错。大妈，老徐还会跳舞。会跳舞。老徐会跳什么舞？会跳舞。你看我妈对我爸永远都是欣赏。对，这是真的。这好事儿。我又回来了。妈，你别吓我。哎，你这才是好爸爸呢。提前得提示，做好夫家的使命，知道不？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我很羡慕他爸他妈，就说不管淘淘发多样的脾气，就怎么说，一会儿可能也就没事儿了，但我可能是做不到。呀，也挺快，快了。今天下午没啥事，咱溜达一圈。啊，对。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小丽她就是来鞍山，她不就是知道咱那个现在这个家吗？对。我寻思带小丽看一眼，看看以前的，就没离开那片儿。对。我是7岁离开鞍山之后，每年能回来1、2次。鞍山就是有一种扎根的感觉吧，我就知道我的家在这儿，我爸妈在这儿。然后最主要的是，这里充满了我们奋斗的身影。哎，这不在这儿？啊，这是咱家的店吗？那个烧烤店。烧烤店卖发廊了。一进来这有个冰柜，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展示柜吧，就是那个放那个展示柜那个冰箱的那个是吧？对。然后这儿有个炉子。啊，你爸在这儿烤？就在这儿站着。我妈怀孕怀我的时候，我爸就卖串呢，一直干到了2018年嘛。30年时间差不多，然后就在这儿，我爸那个炉子是这么横过来，这有个3米长的炉子，这样烤羊肉炉子，他就在这儿烤，那就赶上那个夏天的时候摆摊在这儿呗。辛迪来吃过，来过1次吧，来过2次呢。这条道，就是每一次我送羊肉串必经之路。我是懂事非常早的，我会天天给自己收拾可漂亮了，扎俩小辫儿。给我妈给我爸送肉去，拎个塑料袋，然后呢，回来了一会儿说再瘦点儿，我又换个头型，我又去给他送串去了。就从小我就特别心疼他俩，小时候我就感觉我是个能心疼人的人，所以小时候我就一直给他俩送串。即使我特别害怕黑，因为从家里到卖串那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楼宇之间可黑了，我还害怕动物。结果每次晚上送串的时候，我都是像加速跑一样拎着串狂跑，就是从黑暗那段时间跑出去之后，就遇到这种灯火通明了，我才放心。哎妈，他现在有路灯了是不？当时小时候一往前走，我就感觉好像别人那个能追着我似的。你看那个腿疤，小六，你看这个，看着没？
这不有一个吗？这也是，这仨，卡的，跑的。那个脚，那个这个。这不是，这是比赛弄的。比赛那个。你是什么缘分去搞的这个体育？4岁半吧，就非常机缘巧合，我去扎疫苗，然后正好车上我爸跟人唠嗑，他儿子练体操的，他说你女儿也去那儿玩一玩吧，小时候都那样，你也去那儿玩一玩。我爸心想行啊，就这样就给我送去了。小时候好漂亮，体育就是我爸喜欢，他没事就给我压压腿，给我压压腰，我一伸懒腰他就开始给我拔腿，长大个儿。他跟我妈，我没上过幼儿园，没上过学前班。我的三字经、百家姓、小九九学习全是我爸教的。这个口腔诊所，当时在这卖过串儿，然后呢，我跟我爸我妈说，我练滑雪那年讲这事儿前就在这屋。告诉你我家在哪儿？在这个位置，小房不大点儿，就是一个铁侧壁。是铁皮房，这边全是玻璃。现在都成人家院了。完那时候吧，哈，那小房里吧，哈，没有暖气，后边那是锅炉房，锅炉房那有煤嘛，他爸就拿那小车，就是那个推点煤，反正特别苦。推煤能让你推吗？你也不是，锅炉烧完的那个煤渣里边捡胶子，捡煤糊。完最苦的一阵呢，淘淘跟其他小朋友吧，完就吵架了，他爸一看咱家吧小房就瞧不起我们，就半夜就咣咣里敲咱那么高脚踢咱家门。妈妈哭那样，我们很难，但是我不认为很苦，我就感觉内心很富足。就他俩，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没有断联过，我什么时候可能现在在群里面发在不在，他们都会在。那时候没暖气，大冬天能咋过？你一说，我就能想到那时候心里也这样。是。那时候晚上都没有暖气。我觉得淘淘他家庭是一个很和睦的一个家庭，有一个非常爱他们的女儿，而且淘妈淘爸跟淘淘一直是在沟通，感觉其实也是我陈金书想要的那种生活。来了啊！今天老徐肉串时隔10年重返赛场了，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真摆摊啊！哇，看着好好吃哦。哪天把咱爸也叫来呗？我们临时弄个摊儿，就在旁边。哎呀妈，看着就想吃了。烤串这一个赛道，他感觉自己是王者，这是他自信的一面。好了吧？好了。哎，哎呀妈呀，我得赶紧尝一块儿。太香了，好吃极了。截止到现在嘛，我没有吃过比我爸烤串还好吃的。哎呀妈，好吃吧？真不是吹的，真好吃。肥瘦相间，特别有嚼劲儿。今天说实话挺难得，我爸也是8年，就是他店儿关了嘛，关了之后也没烤串，所以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想在这里聚一下，表达一下感谢。耶！我这是因为你爱吃肉串。我必须就是尽心尽责的就把肉串烤好，完了给你和国丽还有你妈吃啊！哎，到鞍山来不容易，知道吧？今天吧，我爸还带我去那个车厂啊，就挺感触的。就是那个铁皮房的那个自行车存车场，四外边全玻璃铁皮，冬天里边就一个小土炕。他那时候啊，一腿土来，我在那个炕上，我掰着他的腿，右腿。摆到180度，哎，所以从那今天我就想将来让他练体操，就这么事。就那个铁皮房外头全点了日光灯，许梦桃就站在那小土炕上啊，就得是瞅那日光灯。我那小土房里头就点着黄的灯泡，
能知道吧？啊，40瓦的可能。人家住大楼，咱家住小房。这他说的话。唉，说完呢，我出去出了半个小时，他娘俩不知道。那是最难的那时候。唉，因为我从盘锦调回来，没有住的地方，我3年搬了15回家，最短住过1个月。就这样，洗凤桃4岁半，我给你送到安仁的体校1至2小时，去学体操去。所以我心里挺狠。那家父母要是有这那点孩子，肯定不能把这孩子送到这个竞技体育这些项目当中去，又苦又累，流血流汗的。但是也印证了哪句话呢？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也确实这样。所以桃子从小他就懂事儿。3、4岁，我考羊状回家之后，看我累了，给我捶腰、摁腿、捶腰、捶背。7岁之前没上过幼儿园，阿拉伯数字写，这我教的，他记性也好，但这有一点呢，这个9和6呢，写9、6、9这弯儿，他转不了弯儿。6和9写不明白了。我说这么笨啊！我就这么事啊，就说桃子从小啊，知道家庭生活困难，他爸他妈不易。我就感觉啊，女儿，我跟你说，通过这个节目吧，我就想说，我这么多年对你是真的很愧疚，因为吧，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在被子里睡觉很温暖，我就想到我女儿还在外面冻着，真的，当母亲的吧，那种感觉真的不好受，真的。一瞅我和你爸俩卖串的时候吧，一瞅别人家领着孩子来吃串来了，又给夹这菜夹那菜，我就想到我女儿在外面吧，从来没有这待遇，真的，我是不太会表达，但是我真的女儿妈妈跟你说，我对你真的非常和你父亲对你非常亏欠，真的。那你平时还不对我好点？因为啥呢？女儿就是这些年吧，就是不在家。有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吧，我没经历过，你跟我讲吧，我真的有时候就是不懂。但是当我看到你小女儿为国争光，拿那个米兰冬奥会冠军，就是那一瞬间就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妈妈真的非常幸福，和你爸，就为你骄傲。主要这些年我妈辛苦了，你说是真的，我妈不容易。其实今天我挺感动，真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吗？真的应该懂得珍惜。因为淘淘，我看到你爸妈，看到你们一家3口这么和谐，这么团结，我想到了我跟我儿子。辛迪也幸福，辛迪更不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是不是有一些疏远，其实不是疏远，只是这么多年我可能跟他沟通要少。实来说，你看，我发自内心的，我想跟辛迪说话，因为他是我儿子，我非常非常的爱他，你知道吗？因为我看着你一直在跟你的父母在沟通，让我自己真的感到有的时候挺对不住辛迪的。我可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到我的工作上，放到我的父母身上了，放在家里了，对孩子的关心可能比较少一些。但是，我虽然关心少，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惦记。今天到淘淘这块儿来看一下淘淘的这个生活环境，其实我当时有点失落感，因为我抱儿子那一刻，你知道吧，我哭了。为了我今天真的希望我儿子在这儿，对，他也希望他自己能来。把羊串都拿出来。
现在其实都可以给王心迪发视频。连线。哎呀，赶紧的。一接就是我的脸。把你的脸搁到这儿。拒绝了。拒绝。哎，什么人这是拒绝了？干啥啊？我来一个。来接了。你看。接了。我先治小点声。啊，睡觉。做猪粮呢。做猪粮呢啊。做猪粮。哎呦，这鸭舌瞅着也太香了。怎么样？这王一，你接个电话还得分人，你这玩意儿，你说说。你妈给你打电话没接？让我又难受一次。又难受一次。这家伙，我这电话立马拒接，你媳妇电话立马你就接了，你这玩意儿忒让我难受。你不能那么双标，你不能这样的，批评他，绝对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妈是真难受。为啥不能啊？两个爱你的女人，一个是你的妈妈，一个是你的爱人。哎，行了，你要是这样，你看这又来一个，你看这又来一个。3只小猪吗？这不是？3只小猪。还行。看到这肉串吗？就馋你。我都给他发视频了。4个牙，行了，要了吧，舒服吧，拜拜。哎，你觉得淘淘和娜娜的家庭有点像不？很像，就是父母给他们全部的爱，然后就全力托举，所以孩子在外面是自信的。对啊，你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触，小时候很多事觉得很难，但从来没觉得苦，所以你现在投射出来的你现在的感受，就算在吵，也是甜蜜的一些这种争吵。所以只要双方特别确认彼此相爱，吵架也没关系，真的。我们家最不怕的就是吵架。可羡慕你们家的家庭氛围了。所以王心迪家到底是啥情况啊，桃子？他心迪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说我有点心疼他呢？他小时候我也看他照片，就特别阳光快乐那种。他爸他妈应该就像他说的，12岁的时候离异，他正好是来到沈阳体育学院的时候。刚开始他爸他妈是一起给他打电话，后来他妈就是通知他了，说可能就离婚了，不在一起了。其实不是征求他，只是有点通知他。打那之后呢，他爸可能后面又来过2个电话吧，然后就再也没来过电话。然后我们结婚前就是2022年的时候，那个我婆婆去邀请他爸爸，就是也找到人了，但是也没来，就是人家就没来。我其实没明白的点在于，你看那个，就是辛迪的妈妈对着辛迪的时候，心里有一股怯，就有点害怕，不敢说话。对，就是甚至有点，就要不然他觉得自己就是亏欠，都没怎么去看他。对，然后呢，辛迪对他妈妈一边爱着，但一边有点拒绝和有一点压抑的愤怒，那个东西是啥？为啥？是怨。他其实也没有说太多的怨恨。你说他爱他妈妈吗？他爱。但是他的表达，他仅限于就是他的方式表达了。你说让他撒个娇啊，就像对我们这样，他又拿不出来那劲儿。距离有距离感，就是如果超过了那个，他就不舒服了，对吧？就是有距离，对距离用得非常好，精准。问一下那个子君老师吧，就是父爱缺位的小孩，那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于男孩子来讲的话，他缺少一个父性的一个榜样，就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怎么做。但是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12岁正好离开家了，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真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本来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他没有安全感，他会怯懦，他会没有勇气，他等着去挑战的时候，他老是总是想我能不能，我行不行，我敢不敢。所以，对于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一定在这个过程中有他内心特别澎湃起伏、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这个心里的不满、猜测，甚至是
爸妈为什么分开？怎么了？这是？哎，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桃子我理解了，辛迪根本离不开你，完全离不开你。就是他缺少父爱，然后又一个人特别早的独立，对吧？他就会逼着自己变成一个大人，就是能力不足，但我的心态上先撑着变成一个大人。他在你面前才能变成一个其实有能力，但我可以随便撒娇的人。我天，简直了！他根本不可能离开你，绝无。那你手拿把掐的，所以我想，没准透过这个节目。加上你的力量，因为你的力量是很有爱、很有安全感，家里面的这个家庭氛围给你很饱满的这个内心的力量，让他把这件事情，给他，在他的人生中，成熟的去把它做一个处理。你老师说特别对，我觉得辛迪跟他妈妈和爸爸真的是两堵墙。我现在觉得哈，他妈妈其实也挺有个性的，王辛迪也有个性。能拆这两堵墙的，真的就是你。所以我的自信是从这儿来的呀。好，我们来看看热聊话题。好，第一是教育父母像教育孩子一样，然后呢，父母孩子一样倔强，怎么办？还有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应该愧疚吗？我们请这边观察团的朋友们来投出你们想聊的话题哈。淘淘，你想聊哪个话题？这个还都挺那啥，挺敏锐呀，挺犀利呀，这仨。教育父母像教育孩子一样，会不会太敏感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被长大了，其实有时候对父母就是像换了个角色。对，我女儿10岁，我就觉得我看淘淘的话，我就特别有代入感，因为我女儿数落我，就是跟淘淘数落她爸妈一样。真的？真的。我说一句，他能怼10句，真的是。那你那个对他呢，还像在公司一样吗？不敢啊。他怼你啥呢？各种怼，怼天怼地，怼空气。我们来看看那个我们的观察团哈，来投给最想聊的话题。哎，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聊最后一个话题呢？爸爸妈妈他们本身是会愧疚的。我这辈子说过最伤他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在我8岁还10岁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望，我的生日愿望是不要再穿妈妈做的衣服了，因为我妈妈她没钱买衣服，她只能拿着破衣服一针线就重新给你拼衣服，所以我妈其实当时她就很难受。在我们家这是完全没有的，我妈那么说的，没有那种。是吗？但是因为你爸爸有过愧疚。因为你爸爸说过，你说什么？我们别人住高楼，我们住小房，你爸爸就出去哭了半个小时。对，所以他体现出你父母是有愧疚的呀。但是客观来说，不要愧疚，有什么愧疚？我就这个条件。那是您做父母给了很好的条件呀。但是就是如果在不能给出很好的条件的父母来说，是有愧疚的呀。对父母来说，多好的条件，杜华肯定好条件嘛，还觉得很愧疚，还我没有时间，因为陪伴没有。要不说父母伟大，就是永远觉得欠孩子的不够。我没有那么愧疚，也就嘴巴说说，没有那么愧疚。看了淘淘的例子，就是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应该愧疚吗？哈，就更加不用愧疚了，因为父母觉得没有给他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孩子要的不是好的生活条件，是要爸爸妈妈的爱、温暖。对，不用他们，我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你一直这样坚持下去，你给很多年轻的孩子都是一个榜样，家庭怎么经营，你都做得很好。继续加油！